大家好，我是 Perry， 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学花的经历。我觉得鲜花是我发现美的捷径，我不能站在纯粹的实用角度来看待花艺。鲜花其实还算是一样比较普遍的东西，但花艺不是。它不像一道很精致的料理，除了讲究的烹饪，还有像画画一样摆盘，还能回味无穷的实用。花艺看上去就好像只能看看。所以寻找花艺的价值和定位，可以说是我除了工作以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职业和我小时候很大关系，感觉好像是偶然，又好像是必然，说不清。在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玩具，喜欢画铅笔画，画一些小时候很喜欢看的卡通人物，娱乐活动也不多，但我觉得小时候是无聊不得的，什么都好玩，哪里都想去。我老家是潮汕饶平，临近福建的一个小镇，周围全是山，也靠海。小时候听过很多大人的故事，都是关于翻山越岭去工作的事情，所以从小就觉得山是非常神秘的，所以小时候就很爱去爬山。其实老家也不是什么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是漫山遍野的走，能找到一些小溪，小溪里面有一些小鱼，溪水是青蓝色的，四面环绕都是那种非人手所造的那种岩石。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像做梦一样，很美好。那时候就特别希望在附近，或者是在边上，能有间房子，或者是一个树洞。我觉得那是释放天性的时期吧，采花、剪草，找好看的石头，在山里清澈见底的小溪里抓鱼，打水漂。一到暑假就跟着爷爷去田里种地。我现在还能回想起那个拔出萝卜，泥土和萝卜的那个味道，非常好闻。当然，我只是喜欢在大自然中玩耍，但农民们可能会因为收成的问题犯难。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时候那种快乐，长大后好像就没有了。那种快乐好像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问为什么。所以到我现在，我还会常常回味童年的那种快乐，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是一直都还在的。我想这也是影响我成为花艺师的理由吧。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别人画墙绘，每天都脏兮兮的回家，后来还被老板坑了，我就决定自己单干，尝试着自己去接单，印了卡片就开始创业了。非常的懵懂。我觉得一个内向的人要走出去和别人交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别说要去争取生意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派卡片，还被一个人邀请到家里去喝茶，然后还被教育了一番。但其实我觉得我是听进去的。他说，我就算给你一个单子，其实没有太多作用的，你要找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方式。其实那时候我才懂得什么叫做持续发展，能靠自己接到一个单子已经非常知足了。但是没有人会请一个初出茅庐的人替他办事。我觉得也是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展了，我就随便找了一份工作，边工作有机会就派卡片给别人。终于有一次机会，我曾经的一个老师，他介绍我去一个香港人的家里画画。这个香港人后来成为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恩师，那是完全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次经历。我在墙上画画，画了2天，不好意思谈钱，画完就走了。几乎没有跟他说过话。我觉得实在不像是一个能出来跟别人谈生意、做生意的人。我就大概过了3天吧，3天时间，我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想和我聊聊，一见面就和我说我很适合做花艺，
随即又拿出几本很厚实的书，打开那一刻我就被吸引了。我就对一个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太多东西的人来说，这些天马行空的花艺设计，我觉得太新鲜了，太意外了，我非常喜欢。然后他说，你愿意来我的花店工作吗？由于我当时还在打工，我没有马上的答应。大概过了应该是1个月的时间，我就正式的去他的花店工作。其实花店的位置是非常好的，正对着的那个市政府。其实1年时间，不过老实讲，在3、4线城市开一个花店是非常吃力的事情。除了旺季吧，除了旺季有几场婚礼可以做以外，其他时间买花的人是好少。最终花店也没有办法继续的经营下去，我的恩师也将要回香港，而我那个时候我觉得生活当下好像也没有给我太多选择权，所以迷茫是必然的。但是我内心还是很清楚，我认为我是真的喜欢花艺，也愿意继续的学习。而我这位恩师同时也邀请了我去香港，为我找老师，为我找学校，生活在他家。一个大家庭有2个菲律宾的工人，有5只狗，4只猫。其实我一直都习惯于孤身一人出来工作，出来打拼。突然进入到一个热闹的家庭，我感到十分的不知所措吧。同时又有一种莫名的那种温暖。其实对我来说，背井离乡、寄人篱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不懂得如何和每个人相处，另外一方面是白吃白喝的那种亏欠感。其实什么人可以开放自己的家，邀请一个非亲非故的人到家里一起生活，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一点点小事开始，带我去认识教会里有不同的人，吃不同地方、不同国家的食物，分享给我没有听过的道理。对我来说，一张白纸，除了白天在花艺学校学习工作以外，其他时间我几乎深度的了解到了生活的事无大小。2年时间，每次都非常不想去，但是去了又很不想离开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就完成了我的学业，人也变得越来越独立，我觉得也成长了很多。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很多机会，甚至已经完全没机会可以和他分享这些年的生活啊、工作啊、信仰啊，但也会常常想起这位恩师和那一段学习的时光。我觉得我除了那段时间遇到这样的人以外，现在很难和人拥有这样的情谊了。一方面，人会变得独立，很多事情不需要依靠别人，你就自己可以处理掉，也会尽量的避免产生麻烦。特别像我这种老是喜欢独来独往的人来说，情感很可贵，同时也很厚重，所以慢慢的也越来越喜欢那种君子之交。这就是我整一个学习的生涯大概发生的事情。但其实过程中我在学习花，或者是在香港有很多的心得，或者说心路历程，也有很多的挣扎。但是可能今天就不在这里和大家赘述了，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探讨当时学花的一些挣扎，或者是一个男生怎么在这个这么少男生从事的这个职业当中找到一点点的心理的平衡，或者说怎么在从中找到自我的认同。我觉得这个是花了我很多时间的，希望下一次有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去探讨。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见。